你知道失去孩子对于一个母亲的打击有多大吗？女儿的死让向来逆来顺受的福南彻底崩溃。城里的警察闻讯后立刻赶到岛上调查，可在姑姑的指使之下，大妈们全都帮着丈夫隐瞒真相，说孩子是自己意外摔倒而亡的。伤心的福南此时再也不愿沉默，她当着警察的面指认丈夫就是凶手，可仅仅她一个人的话是无法作为证据的。此时所有的希望都落在了海源身上，然而海源却说自己一直在睡觉，根本没有看到案发现场，这让福南的希望彻底破灭了。随后在众人的贿赂之下，警察以意外身亡结案离开了舞蹈。海源本想跟着船一起离开，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傍晚小叔子给他送来了饭菜，海源以为是福南叫他过来的，所以并没有多想，殊不知小叔子早就对他垂涎已久，偷偷在菜汤里放了迷药。等海源被迷晕后，小叔子大摇大摆地潜入到房间，口水流了一地。可就在他准备强奸海源时，福南及时赶到，看到福南手中的武器，小叔子只好罢手悻悻离开。虽然海源没有替福南作证，但福南还是保护了海源。第二天，福南把女儿埋葬在自家院子里，丈夫觉得晦气，对她大喊大骂，姑姑催她在下雨前赶紧去地里收土豆。显然女儿的死完全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孩子从未在这里出现过一样。随后丈夫和小叔子坐着船出海，烈日炎炎的农田里，大妈们坐在树荫下开心的喝茶聊天，而福南却在地里不停地挖土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暂时忘却失去女儿的悲伤。大妈们越唱越起劲，在桌子上手舞足蹈起来。这时福南突然停下了手，他抬起头望向太阳，之后大步流星地走到树下，拿起一瓶水仰头猛喝。 태양을 한참 째려봤더니 말을 하대. 大妈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还大声嘲笑福南。福南彻底被激怒，他拿起筐里的镰刀，二话不说直接砍到一个大妈的脖子上，大妈瞬间被秒杀倒下去。第二个大妈被吓得早已两腿发软，在地上拼了命的爬行逃窜，但最终还是惨死在福南的刀下。此时福南已经杀红了眼，但他并没有对无辜的老头下手，他提着镰刀朝最后一个大妈追去。大妈逃跑时不幸被野草绊倒，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往常的嚣张，向福南苦苦求饶。然而福南根本不吃这套， 참으면 병 생긴다네. 杀完3个大妈后，福南淡定地坐在土豆堆上，等姑姑来到农田里时，瞬间就被眼前的惨状吓傻了，丢掉手里的东西，慌忙逃跑。福南拿着镰刀在岛上四处寻找，当晚并没有发现姑姑的身影。第二天，海源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的手机突然没有信号，等他走到山顶后，这才发现岛上唯一的信号站已经被人破坏。此时他恰巧遇到姑姑正躲在树林里瑟瑟发抖，还没等他问清楚情况，福南突然从身后出现，一拳将他打晕过去。姑姑见状不得不继续逃跑，最后被福南追到了悬崖边上。见福南一步步逼近，姑姑害怕的拿起镰刀乱挥，结果由于用力过猛，直接把刀头从刀把上甩飞出去，最终他从悬崖上一跃而下，摔死在了岩石上。姑姑死后，丈夫和小叔子终于出海回来了。小叔子蹲在水池边洗脸，看到嫂子拿着镰刀站在身边，他不但没有畏惧，反而如往常一样侵犯福南。福南一把抓起他的头发，将镰刀直接架到他的脖子上，然后硬生生将这个白痴的头割了下来。不料这一幕却被海源正好撞见，他吓得立马开始疯狂逃窜。这时丈夫和船夫也登上了小岛，由于昨晚的大雨冲刷了血迹，他们并没有发现农田里的异常。两人来到水池边喝水，突然一滴血落到了勺子里，船夫顿时惊悚地望着头顶，丈夫顺着目光向上一看，只见弟弟的头颅被挂到了树杈上。就在他们发呆之时，福南拿着镰刀悄悄靠近，好在海源及时提醒，两人见状立马闪身躲避。福南冲上前扑了个空，随后一刀砍到了船夫手臂上。尽管他拼尽全力想要杀死丈夫，但终归不是男人的对手，被丈夫一脚踹飞到了水池里。等福南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到了院子里。丈夫对着他发泄一通后，决定以正当防卫为名杀死福南。海源本想上前制止，结果把自己也送到了刀下。然而令丈夫没有想到的是，面对死亡的威胁，杀了4条人命的福南竟然突然向他道歉，接着用舌头舔起了刀刃，随后温柔地舔到他的手指上，这让心理变态的丈夫瞬间破防。就在他忘情的享受之时，福南看准时机用力一，丈夫顿时疼得撕心裂肺，他一把推开海源，用拳头狠狠地砸向福南的脸，终于从福南的嘴里挣脱。气急败坏的丈夫准备用斧头砍死福南，福南趁机咬住地上的匕首，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匕首刺到了丈夫的身上，随后她迅速解放双手，举起镰刀砍到丈夫胸前，接着一刀又一刀疯狂挥砍，丈夫瞬间被剁成了肉泥。海源见状赶忙拉着发呆的船夫逃跑，他们踉踉跄跄地跑回到船上，好不容易打着了发动机，可船却一动不动。原来慌乱之中他们忘记解掉缆绳，没办法，船夫只好跳了下去。但就在他解开绳子之时，福南也来到了岸边，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随后双双落入了海里。见此情形，海源毫不犹豫地调转船头，船夫拼命向船边游去，结果被刚刚发动的螺旋桨搅成了一滩血水。海源就此成功脱险。然而福南的复仇并没有结束，很快他就化好妆乘上渡船前往首尔，而本片最大的反转也终于揭晓。原来就在那天，海源明明全程目睹了福南女儿惨死的过程，可他因为不想给自己添麻烦，在警察面前撒了谎，成为压倒福南最后那根稻草。
海源逃出去后直接去了警局，可当他从昏睡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手上被戴上了手铐，转头一看，福南正在墙角死死地盯着他。海源拉开门，拼命向楼下逃跑，他这才发现原来警察已经被福南杀死。这时福南突然出现，险些将海源一锤定音。随后两个女人在房间里展开搏斗，被仇恨吞噬的福南显然早已无惧疼痛。慌乱之中，海源趁机把自己锁进了牢房，但这根本阻挡不了福南。他从警察身上取下钥匙，就在这时，他看到包里的竖笛，这是他和海源儿时的羁绊。当年正是因为这根竖笛，让他们两人成为了朋友。福南把竖笛递给海源，希望在杀死他之前能再听一次他的笛声。海源问福南为什么要这么对他，没想到福南一句话就戳到了他的要害。 넌 너무 불친절이야. 然而就在福南马上打开牢门那一刻，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原来警察并没有死透。福南顶着枪口走了过去，举起桌上的铁锤，狠狠地砸到警察身上，接着直接砸烂了警察的头。随后受伤的福南艰难地爬到门口，就在他举起铁锤准备给海源致命一击时，海源看准时机，将半截竖笛插进了福南的脖子。福南再也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他拔掉竖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靠到海源身上。此刻儿时的笛声仿佛在耳畔响起，最终福南安详地死在了海源怀里。几天后，岛上那个唯一幸存的老头将众人的尸体逐一埋葬，之后他的生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回到家后，海源这才发现垃圾桶里那些他未曾打开的信，原来都是福南写给他的求助信，每一封都是福南的希望，而最后却一一落空。海源躺在地上，内心久久不能释怀。自此以后，他永远活在了深深的自责中。电影至此全部结束。这是一场因冷漠而酿成的人间悲剧。我们不去评判舞蹈上的那些人到底该不该死，但他们对福南的确太不亲切了。作为福南唯一的朋友，海源或许从来都没有真心对待过福南，而福南的悲剧就在于他将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一个对他没有感情的好友身上。当朴实的人被最信任的人唤醒心中的恶，才知道冷漠是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镰刀。好了，我是力哥，我们下期再见。